各位颐养晚年的朋友们，我是李朗。您是否有过这种体验？明明睡得早，睡得够，早上醒来却更累，浑身沉重，心里发闷，或是最近诸事不顺，小事不断，大事受阻，家庭关系紧张。这往往不是水逆或命不好，而可能是您身边有人或事物在悄悄借你的运。我这么一说，可能有的朋友要笑了，觉得这是不是搞封建迷信？李朗在这里得说清楚，咱们讲的可不是怪力乱神，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医智慧，讲阴阳平衡，讲气血周流，这其实就是一套精密的关于人体能量运行和守恒的学问。运是什么？就是你身体里的那股气，就是你的精神头，是你整个人焕发出来的生机，这不是玄学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气血周流，运就是您身体里的气，是您的精气神。比如有人上半年红光满面，下半年却脸色灰暗，事事不顺，而身边某位朋友或亲戚反而容光焕发。道德经里说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能量的流动也是这个规律。你身上旺盛的、富余的阳气，不知不觉就流到了能量低洼的地方，补了别人的不足。很多人被借运而不自知，还在当老好人。今天我把这事说透，话直理真，为大家提个醒。如果您觉得在理，请点亮订阅和小铃铛支持李朗。咱们接着往下聊，咱们先得明白一个根本道理，人和人打交道，不只是说话办事，更重要的是能量场，或者叫气场的交互。现代科学里有量子纠缠的概念，咱们中医讲气机交感，其实说的是一回事。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，如果你心态积极阳光，身体健康，你的能量场就是温暖、明亮、向上的。反过来，那些整天愁眉苦脸、运气很差的人，他们的能量场就是阴冷、浑浊、向下沉的。这两种场碰到一起会怎样？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扔进冰水里，铁很快就凉了，冰水却变热了。这就是借运最本质的物理真相，能量永远自动从高处、强处流向低处、弱处。那咱们身边到底哪些人容易成为借运的人呢？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。下面说的这几种，哪怕是亲人，也得适当保持距离，学会保护自己。第一种是最常见也最直接的，就是把你当成情绪垃圾桶的人。你仔细想想，身边肯定有，他一找你，电话一接，开头准是叹气，哎，我真是没法活了，我老公老婆太气人了，我们单位那领导纯粹针对我，他能拉着你诉苦几小时，全是抱怨和负能量。你呢，心善，觉得是朋友就该倾听安慰，于是你耐心听着，跟着他一起愁，还帮他出主意。聊完他舒坦了，说跟你聊聊好多了，然后一身轻松走了。可你呢，回到家感觉像被掏空了，头晕脑胀，什么都不想干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最典型的借运。他通过诉苦，把体内郁结的寒湿、怨气这些垃圾，通过语言和情绪共鸣，倒进了你的能量场里。而你因为用心倾听、真诚安慰，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精力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自身宝贵的精气神就在不经意间被消耗了。对方感觉轻松了，是因为倾诉释放了压力，得到了情绪支持；你感到疲惫，是因为你不仅承接了对方的负面情绪，还付出了自己的心力。中医有思虑过度伤及脾胃的说法，经常沉浸在这种情绪负担中，思虑过重，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，导致体内湿气积聚。时间久了，你自己也可能变得面色欠佳，精神不足。所以，面对这种倒垃圾专业户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礼貌地听着，微笑着点头，然后找个借口结束话题，或者干脆减少接触。你的善良要有边界，守护好自己的能量，这不是冷漠，是自爱。第二种人，手段更高明，也更伤人的，是通过不断打压、否定你来控制你、消耗你的人。这种人常见在职场，或者一些自以为是的成功亲戚里，他们几乎从不真心夸你。你穿件新衣服，他说这颜色不衬你；你工作有成绩，他说运气好罢了；你孩子考得好，他说小学成绩不算数。每听一句，你是不是就感觉心里堵一点，自信少一点？这就对了，他们在破你的气，
再给你的信心气球放气。一个人运气好不好，关键看有没有神，也就是那股子精神头。黄帝内经说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这种人干的活，就是用言语的刀子，一点点戳破你的神采，瓦解你的自信。当你开始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你的神就散了，保护罩就破了。这时，他们身上那种强势的、压人的能量就会趁虚而入，结果就是你在他面前越来越怂，越来越倒霉，他却好像越来越强，越来越顺。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心理打压，是一种能量层面的掠夺。这里面还有一种特别隐蔽的，是以爱为名的过度干涉和控制。我遇到过一位年轻人，很有想法，但做事总犹豫，半途而废，一把脉是心胆气虚。后来了解，他妈妈就是这样，他出门必打电话追问到哪了，和谁一起，他想做点什么事，妈妈立刻说太危险别做，谁谁谁就失败了。你看，这也是借运。妈妈用她无穷的焦虑和恐惧，借走了儿子天生的勇气和决断力。黄帝内经讲恐伤肾，肾主志，肾气被恐惧所伤，人的志向就没了。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或许是爱，但实际上是用自己强大的负能量场锁死了儿子的能量场，让他变成自己情绪的附属品。如果你处于这种被控制的关系里，必须学会心理上断奶，建立防火墙。要告诉自己，我的人生我负责，勇敢地对过度干涉说不。当你第一次按自己心意做成事，那股被借走的力量就会回来，因为你的神回来了。第三种，容易被家人忽视但危害巨大的，是那种长期装弱、视病来博取关注和索取的人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真病人，是说那种心理上依赖弱者身份、享受特权的人。家里要有这么一位，真是全家的拖累。我见过一个家庭，老太太身体没啥大毛病，但一点小事就把所有子女叫回来，躺着哼哼。子女一围着伺候，她就精神了，一说要走，她立刻不舒服。这就像一根吸血藤缠住全家。她用全家的时间、精力和运势滋养自己一个人的任性，结果呢，几个子女事业、家庭都陆续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全家人的阳气、好运气都被他以病为锁链，锁在身边消耗掉了。这种借运是利用亲情管道抽取子孙的福报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孝道要尽，但不能愚孝，要学会能量隔离。该看病看病，该请人照顾请人照顾，但自己的核心精力和生活节奏不能完全被牵制，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小家、事业和健康，才有能力长久地照顾他，否则全家一起垮才是悲剧。但是朋友们，有时候让你倒霉的不一定是人，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些不起眼的东西。他们不会说话，却像无声的抽水机，日夜消耗你。我遇到过一位开店的老板，生意本来极好，他一个破产跑路的朋友，临走硬塞给他一幅画，说是抵债的名家作品，能镇宅旺财。老板碍于情面挂在了收银台后面，结果1个月内员工接连出事，厨房莫名起火，他自己夜夜噩梦，半年旺铺倒闭。我去看，那画满只萧瑟败落之气。那个破产朋友一身晦气，他送出的东西怎么可能带好运？那画上附着的全是败运信息。你把这东西挂财位，就像把霉种撒进沃土。所以我严肃提醒大家，别乱收别人的旧物，特别是来历不明的古董、旧家具、玩偶或者运势极差之人送的贴身物品。中医讲气随行走，一个物体，它的材质、形状，尤其是前任主人的气息命运，都会留下磁场印记。很多人节俭，爱淘二手货，或把亲戚的旧床旧沙发搬回家用，这可能是大忌。床是人停留最久的地方，吸纳了主人最多的信息。如果前任主人是久病、婚变或穷困的，这床上就残留着病气、怨气、晦气。你天天睡上面，等于夜夜与阴性能量同床共枕。睡眠时阳气最不设防，被持续消耗，身体和运势能好才怪。还有一层更深的道理，很多时候不是外贼来抢，是你自己身体里出了内鬼，把大门打开了。这个内鬼在中医里叫痰湿。我们常说一个人油腻、浑浊，根本就是体内痰湿重。痰湿是什么？
是身体代谢不掉的垃圾，是一潭死水。为什么痰湿重的人容易招小人借运？原理是同气相求，痰湿是阴邪，性质沾腻，秽浊下沉。那些倒霉的运势，想来占便宜的小人，能量属性也是阴暗、污浊、向下的。就像你家堆满腐烂垃圾，自然会招苍蝇。你光打苍蝇没用，得把垃圾痰湿清掉。我见过一个典型例子，一位做生意的中年男士，发了财，但特别贪凉，夏天狂吹空调，喝冰啤酒，吃生冷。看他舌头、舌苔白厚腻，像石膏，这说明他体内阳气被寒湿重重包裹住了。阳气是你的卫兵、防盗门，你天天喝冰水、吹冷风，就是在锈蚀防盗门。结果那年他命里逢坎，因为体内阴寒空虚，外邪一勾连，里应外合，生意被骗光，身体也垮了，查出严重肾病。他在病床上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不是老天不公，是你自己用坏习惯，把身体变成了适合霉运生长的温室。你耗尽阳气，就等于向所有负能量广播，欢迎来我家。所以想运势好，不被借运的一要务就是戒掉一切生冷寒凉、冰饮、冰淇淋，大量生冷瓜果，尽量不吃，让你的脾胃、小腹保持温暖，肚子暖，丹田之气就足，丹田气足，眼神就有光。那些想算计你的人，见你目光炯炯，心里先怯3分，自然不敢动你。再讲一个时间上的规律，在一些特殊时间点，比如24节气中的大节气立春、清明、立秋、冬至等前后3天，天地能量交接变动剧烈，也是借运高发期。如果你发现这些天自己情绪特别不稳，易怒或想哭，说明你自身磁场也不稳，保护层最薄。这时候如果有人找你借钱、诉苦或拉你去混乱场所，一定要坚决拒绝，因为这时哪怕一句恶言、一个恶念，都容易像钉子一样扎进你运势里。这几天你要做的就是像乌龟缩头，早点回家泡脚、静坐、读书，这叫藏气于身，把能量收敛蓄积好，等波动期过去，你蓄满了电再行动，自然顺利。接下来揭露一种职场上恶毒的借运手段，叫捧杀。你身边肯定有这种人，当着大家面把你夸上天，这是非你不可。你能力最强，人品最好，你这么大度肯定不计较，你这么大度肯定不计较。你听了是不是飘飘然？小心，这是裹着糖衣的炮弹。他把你捧上高台，是为了让你下不来。你被架上能者多劳的高位，就不得不接烂摊子，单超负荷的风险。这是在借你的名望，消耗你的时势。他透支你的名誉信用，让你去前面挡箭，他坐收渔利。事成了，功劳是大家的；事砸了，黑锅是你的。怎么破？教你一招太极推手。当他当众捧你时，别往上爬，也别假谦虚，微笑着一推一送。您过奖了，我能有点成绩，全靠领导指导和团队支持。这事更需要您这样经验丰富的来掌舵，我跟着学习打下手，这叫借力打力。他想把高帽子和压力甩给你，你轻轻拨回去。事成你有功，事败他担责。这是职场保护自己的重要智慧。还有一点，关于你的家，特别是卧室，人1/3时间在床上，卧室风水直接决定健康财运。很多人卧室布置简直是破财损身局。常见错误：一、床头堆满电子产品、手机、平板、充电器，这叫电磁煞或火煞。这些东西有辐射，属火性。睡觉时脑袋边围一圈火，心火被扰，导致心肾不交，失眠多梦，焦虑，长期睡不好，神魂涣散，白天恍惚判断易错，运势能好。大忌2：床底下塞满杂物。很多人把旧鞋、旧箱、废旧材料塞床底，床底是暗位，需通透才能接地气。你全堵死，就阻断了大地的滋养能量。睡上面的人容易腰酸背痛，身体虚，外邪小人就容易来。所以找个时间把床底清空，打扫干净，你会惊讶地发现睡眠和精神立刻改善。还有一个普遍却易忽略的借运，无原则的频繁借钱给人。咱们重人情，但智慧是救急不救穷，帮笨不帮懒。如果一个人长期运势差，债务缠身且不思进取，你借钱给他，损失的不只是钱，你的财运通道也可能被拖累。
因为钱财承载能量，你把带自己能量的钱投入它那个负能量债务黑洞，那个黑洞的负面能量可能反噬你。这不是教冷漠，是教智慧慈悲。如果一定要帮的一量力而行，给出去就当不施不图还，以免产生怨恨、焦虑。焦虑本身严重耗能。第二，对依赖诚信的能量吸血鬼，最好的帮助不是给钱，是警醒或远离，守住自己的财富能量场，家运才能稳。讲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些朋友慌了，李朗老师，我感觉我好像中招了，是不是没救了？运被借光了？别慌，既然能发现问题，就有解决方法，有借运的招，就有守运的法。怎么锁住好运，甚至找回能量？记住下面几点，比吃补药管用。第一，最核心的，养足阳气，筑牢个人能量结界。怎么养？不是吃补品，是顺应天时，一定要晚上11点前睡。子时阴气最盛，阳气出生需潜藏。你不睡熬夜刷手机，耗的是心血和心神。心主神明，心血耗干，神就散，能量场就门户大开。早点睡是养元气，守神光。另外，多晒太阳，尤其晒后背，后背是督脉，阳脉之海。感觉能量低，身体冷时，中午背对太阳晒20分钟，暖流注入就是天地在给你充阳气，阳气足，精神足，你走到哪都气场安稳，宵小不敢近身。第二，学会藏，这是易经智慧，潜龙勿用，含章可真。好运需涵养积蓄，不是拿来炫耀。你看，真正有底蕴的家庭，谁天天晒豪宅名车，往往越炫耀什么，越易失去什么。当你有了喜事，在完全落定前，甚至之后，都要闭紧嘴巴，别逢人就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听者是祝福还是嫉妒。嫉妒本身就是很强的负能量和诅咒。无数经验告诉我们，好事一说破，一生之结。智慧的做法是，在家和至亲分享喜悦，这叫聚气。在外面则低调谦和，甚至藏拙。别人问怎么样，就说还行，大家都不容易。这不是虚伪，是保护色，是在复杂环境中守护自己能量的策略。第三，动手整理家，清理环境磁场。你的家是你最大的风水局。如果堆满几年不用的旧衣破鞋、坏电器，这些东西带着停滞衰败气，像能量血管里的血栓，阻碍声望气流，财运好运怎么进来？特别要强调大门玄关，这是家的气口，财气旺气入户通道。如果门口堆满臭鞋杂物，灰尘凌乱，财神爷来了都没处下脚，转身就走。把门口收拾整洁明亮通畅，换块干净喜庆的门店，一进门清爽有序，好运气自然愿意留下。第四，深层的修养，修好口德，堵住最大漏气口。运气是一言一行长期积累的，日常生活中最大最隐蔽的漏气漏洞往往是嘴。观察那些总说命苦的人，是不是爱叹气？话未出，先哀一声，这在中医是气虚下陷。每叹一口气，就把胸中支撑你的中气泄掉一点，中气泄，状态垮，防御力降，倒霉事就来。还有一种人嘴碎，爱搬弄是非，议论别人隐私不幸，甚至带着兴奋。你以为在看热闹，其实是在沾染污浊，背负业力。当你传播负能量时，心神外散混乱，能量场被污染，而且语言有强大反作用力。你说出的恶言，能量回旋镖最终会打回自己身上。我调理过一些爱抱怨、嘴巴毒的病人，往往很棘手，因为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如果他自己的心念和语言这个最大漏洞不补，我给他补再多阳气，他转头就能通过抱怨咒骂漏光。这类人的身体问题常表现为血液病或皮肤病。为什么？口出恶言，心生毒素，心毒久了变血毒、身毒。所以想真正停止被借运，锁住好运，从今天起下决心修口德，不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他人是非不妄加议论。遇到愤怒委屈的事，得意反应不是骂，而是闭嘴，深呼吸，把怒火压下去，沉降，转化为定力或行动力。这在修炼里叫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是把消耗性情绪转化为滋养性能量的高级功夫。第五，一个实用防身小技巧，用眼神守护能量。当你感觉某人在吸你能量或让你不舒服时，
别躲闪目光。这样做，把呼吸沉到腹部，舌顶上颚，这叫搭鹊桥，能连通任督二脉，稳定气机。然后平静坚定地直视他眉心印堂穴，目光不游移，心里放空，专注看那一点，坚持3到5秒，你会发现对方大多会率先移开视线，甚至慌乱。这一瞬，你稳定强大的能量场就压制住了对方的干扰意图，完成了无声的能量自卫。各位颐养晚年的朋友，人活一世，看似复杂，但大道至简，无非顺应自然，养护阳气，手持心神。当你感到迷茫无助时，别一味向外抱怨祈求，要向内看，向内求。你身体里本就住着最高明的神医，你的自愈力和免疫力，你内心本就埋着无尽宝藏，你的潜能与智慧。别活在恐惧里，怕这怕那。只要你行事堂堂正正，问心无愧，你自然就是自己命运最稳固的基石和最高明的舵手。那些想借你运的人，就算得逞一时，偷走的也只是福彩表象，而你骨子里那种向阳而生的生命力，你不断提升的智慧能力，这些真正的核心竞争力，是任何人、任何方法都永远借不走、夺不去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李朗在颐养晚年的分享，哪怕有一句点醒了你，请你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4个字：阳气护体。这不只是一句评论，这是你在向天地发出坚定信号，是在为自己下一次积极转变按下确认键，更是为自己加油、汇聚同频能量的开始。让我们都在生活中养足阳气，守住心神，做自己运势的真正主人。咱们下期再见。